五一假期，我爸来城里看我，真是烦死了！到底哪儿来的脏东西啊？把这好好的一个家搞得脏得要死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一家都是讲究人，爱干净，以后这种乡下东西就别往家里带了，全是细菌。韩月，我上次看你发朋友圈说喜欢吃土鸡蛋，我才特意带来的。他领导随手送的土鸡蛋，他当成了宝，还发了个朋友圈。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土鸡蛋。我爸看到那条朋友圈，特意把最大最好的土鸡蛋留了下来，一个都舍不得吃。那能一样吗？上次的土鸡蛋是我领导送的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了，我这就走。都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？今晚就在这儿住。不行，他住了，我孙子住哪儿？这是我的房子，凭什么他们能住，我爸不能住？就凭你娶了我女儿，你们俩现在是夫妻，你的房子就是我女儿的房子。哼，你爸想要在这儿住，必须得经过我们的同意。杨哥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想死奶奶了！你儿子也是从乡下过来的，轩轩更是一身泥巴，你怎么不嫌脏？那能一样吗？一个是我孙子，你爸怎么能跟他们比？原来他们不是真的怕脏，而是单纯的嫌弃我爸呀。难怪这些年我想让我爸过来玩2天，他们总有各种借口拒绝。要么说家里客房的空调坏了，快苏寒了，不方便住人；要么就苏寒月工作太忙，天天加班，没时间招待；要么说丈母娘生病了，每一次都有理由，每一个理由都合情合理。从始至终，他们就没打算让我爸过来。老公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弟和侄子都带行李来了，家里真没地方睡了。对了，小区门口有个旅馆，一晚上40，挺划算的，就让你爸去那儿睡吧。我出钱。今天我爸哪儿也不去，他就住家里。陈凡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你爸来看一眼就够了，为什么一定要留宿？40块一晚的小旅馆，便宜又省事儿，我女儿都愿意出钱了，你还想怎样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这就走。小凡，别因为我影响你们和气，我去旅馆住吧。爸，你别走。没事儿，爸，住哪儿都一样。爸，这是我家，你是我爸，就该住我家。我妈走得早，我爸一天打3份工，早上天不亮去工地搬砖，白天在物流园卸货，晚上还去夜市摆摊儿。他吃过很多苦，受过很多罪，可唯独没让我穿过一件脏衣服，吃过一顿冷饭。从小我就暗自发誓，一定要让我爸过上好日子。毕业后我拼命工作，攒钱买这套房子，第一件事就是接他来享福。可他说什么都不肯来。鸡鸭没人喂，菜地没人管，老家住惯了，城里不习惯。后来我结婚了。年轻人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，我不来掺和。其实我知道，大夫赶紧发过来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忙。他是怕给我添麻烦，怕自己成了我的拖累。傻孩子，爸在，你难做。爸，我不怕难做，可爸怕你为了我跟他们吵，怕你吵完了
一个人躲着哭，怕你哭完了，第二天还得对着那些人过日子。爸知道你孝顺，可爸心疼啊。要是让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爸宁愿没来过。小凡，韩月不是说这里有40块的小旅馆吗？你怎么带我来这里呀？这里装修的这么好，肯定很贵吧？爸，你儿子现在有能力了，就让我好好孝敬你一回，行吗？那你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我来接你出去好好逛逛。明天你还要上班呢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。可不能再影响你了。爸，明天除了陪你，我还有些私事也要处理。你该不会还要因为今天的事儿去跟韩月他们吵吧？你可千万别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他们吵架的。不吵就好，只要你过得好，爸怎么样都没关系的。喂，我要卖房，价格低也无所谓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就那种人也配跟咱们住一起？扯一截头发来找他爸的茬儿，指桑骂槐，把他爸骂的头都不敢抬一下，笑死了。妈，小点声，别让陈凡听见了，看他脸色好像都不太高兴。姐，你就是太惯着他了。他娶了你，他的房子就是你的，你的房子你还不能做主了？就是，韩月啊，这男人可不能惯着。就是，他都跟你结婚了，肯定得以老婆家为重。你没怪他不懂事就不错了，要换做别家，早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好好教他规矩了。也是，也就咱家人好说话。还跟他有商有压的，给他爸安排旅馆住，他但凡懂事点也不至于跟我甩脸子。这就对了。等他回来，你别太他脸，必须得让他知道，谁才是一家之主，省得以后再有让他家人过来蹭住的想法。好一个一家之主，好一个蹭住啊！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全款买的房子，竟然会被他们一家人占为己有。让我爸连住的资格都没了。陈凡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。你爸安顿好了吗？安顿好了。把他安顿在哪儿了？花了多少钱？哎呀妈，一看就知道姐夫肯定是带他爸住大酒店去了，看那样子估计花了不少钱呢。陈凡，你怎么能这么浪费钱呢？你爸天天住乡下，那里的房子不就跟40块的旅馆环境差不多？你有必要浪费那钱带他住好酒店？你可是我女儿的老公，是我们家的人，你的钱就是我们的钱，你把钱浪费在你爸身上，还不如给我们呢。让我家个两牙都来。这话要是放在3年前，他是绝对不敢说的。那时候我和苏寒月刚结婚。陈凡啊，你人长得帅气，工作又好，还有自己的房子，我们家韩月能嫁给你，真是苏家祖坟冒青烟了啊！搬过来住的那天，丈母娘更是一个劲儿的跟我保证：陈凡，你放心，我来就是为了照顾你和韩月的饮食起居，这个家呀，还是你做主。可现在呢？陈凡，我说这么多也是为了你和这个家好。你以后真该好好反省反省，要学会把钱花在刀刃上。我知道你们一直想出去旅游，所以我提前给你们把票买好了。明天你们就出发吧。真的，陈凡，你没开玩笑？姐夫，你真买好了票，请我们出去旅游？老公，你怎么突然想让我妈他们去旅游了？不是你们说的吗？你们才是我的家人啊！我总不能光给我爸花钱，不给你们花吧？哎呀，陈凡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。就是啊，姐夫，你真是太好了。我刚才还跟我妈说，我姐夫最大度了，肯定不会计较那些小事。
看在你这么顾家的份上，这次你爸突然来蹭住的事儿，我们就不计较了。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陈凡能嫁给你这么体贴懂事的老公，真是我苏寒月这辈最大的福气。姐，你以后必须好好对姐夫。姐夫对咱们这么好，你可不能辜负他。就是，韩月，你要是敢对陈凡不好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这么客气。对，都是一家人。姑父，你要请我们去哪里玩呀？你爸爸不是一直想去国外吗？我已经给你们买好去国外的票了。天哪，出国玩，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啊！轩轩，快谢谢姑父，姑父请我们出去玩呢。为什么要谢他呀？你们不是说他的钱就是我们的钱吗？他拿我们的钱让我们出去玩，有什么可谢的？你这孩子别乱说话。陈凡，童言无忌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没关系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陈凡，妈果然没看错你。老公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体贴懂事了？因为我今天才看清，谁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。唉，这就对了嘛。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，说明你脑子还是清醒的。明天几点的票？明天早上8点的机票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进去休息了。老公，我晚点就回房间陪你。看到没有？我就说吧。就是啊。这男人不能惯着，他心里难受又能怎么办？娶了你就得认命。就是，他的下半辈子可都得面对咱们呐。是啊，妈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我刚才还担心他会闹，没想到他比以前更好忽悠了。那是你没经验，男人嘛就得这么调教。你越惯着他，他越蹬鼻子上脸。你不拿他当回事，没错。他反而还会放低姿态来讨好你。都被我们欺负成这样了，还给我们买机票去国外，笑死我了。他该不会以为这样就能讨好咱们？哼，他做梦呢。等我们旅游回来，想办法让他把房子过户到韩月名下，到时候这房子就彻底是咱们一家人的了。不仅是这房子，以后他想花钱都得先问问咱们同不同意，那样咱们家就多了一个免费的赚钱工具了。尽情笑吧，希望到时候你们还能笑得出来。你们的好日子确实才刚刚开始呢。陈先生，我们已经按您的要求找到了合适的买家，现在就有时间。太好了！买主非常符合我的要求，我的房子也让他十分满意，当场就签订了合同。他全款支付350万，直接到账。小凡，你这是……我把房子卖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那房子是你的根吗？爸，有你的地方才是我的根。小凡，说实话，是不是为了爸？不是，我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那个在老婆面前忍气吞声3年的自己，为了那个有家却不能让你住一晚的自己。那你以后住哪儿？爸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老家陪陪你吗？这次，我跟你一起回家。以前爸总在电话里感叹，说谁家的孩子回来了，在老家定居了，语气里满是羡慕。我不以为然，想着好好工作，给我爸更好的生活。可现在我懂了，他想要的，无非是我能像小时候那样，陪在他身边，跟他聊聊天，吃顿饭。现在我手上有几百万，可以好好陪我爸了。回家？不急，回家之前，我可得带你好好逛一逛。小凡，
韩月那边怎么交代？爸，从今天起，他们那边的事儿跟咱们没关系了。小凡，咱家的房子有些破了，你嫌弃的话，爸，这可是咱们的家，我怎么可能嫌弃？我要重新盖一栋房子，找施工队施工，每天早起晚睡，累得腰酸背痛，但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。老陈啊，你可真有福气！生了个这么孝顺的儿子，特意回来给你盖新房养老。你家陈凡从小就乖巧懂事，长大了有出息，真是羡慕死我们了。陈先生，你这房子盖的可够讲究的。这房子是我爸养老的，必须的。以后不管刮风下雨，他都住得安安稳稳的。放心，保证给你盖得妥妥的。小凡，这房子得花不少钱吧？爸，钱的事儿你别操心，你儿子现在有钱。爸不是操心钱，爸是心疼你。你在城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回来还要为这个家操劳。爸，这不是操劳，这是咱们的家。给咱们家盖房子，我一点都不累。苏寒月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似乎是认定了我会给他们打工。反正有小凡兜底，咱们可劲儿花。那当然，他离了我什么都不是。花起钱来一点都不心疼，不管吃喝玩乐都大手大脚。他们以为我是冤大头，这趟旅游就是他们最后的狂欢。新房盖好了。小凡，爸这辈子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。爸，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的。这房子你得给我住到100岁。好，好，好，爸争取活到100岁，多享几年你的福。老伴儿，你看，咱们儿子把房子盖得多好，你在那边放心吧。陈凡，你在哪儿？快回来，家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家里好好的，能出什么事儿？好，根本好不了一点。你在哪儿？快点回来！我在老家呢。有什么事儿你们自己解决吧。自己解决？这事儿除了你，谁都解决不了。那你就报警吧。谁呀？骚扰电话，不用搭理。陈凡，你快跟我们回去！回去做什么？咱们家的房子被人占了，回去把房子抢回来啊！咱们家的房子？对啊，有个男人说房子是他的，把我们赶出来了。我们跟他理论，他二话不说就打人。姐夫，那人太凶了，你看我这脸，都被他打得不成样子了。陈凡，那房子可是咱们一家人的根啊，房子没了，咱们一家人还怎么活？你快点跟我们回去，把房子要回来。那房子不是你们的吗？你们自己去要啊。陈凡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房子在你名下，就算去要回房子，也是你要啊，你可是房主。原来你们也知道我才是房主啊。陈凡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房子是咱们的，不分你我，你赶紧去跟那个男人说清楚。
说清楚什么？说清楚，房子是你的呀！你拿出房产证，证明房子是你的，他不就得乖乖滚蛋？房产证？你们说的是这个吗？已过户，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把房子卖了，那套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。你把房子卖了？对。谁让你卖房子的？谁允许了？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那房子是我的，我是户主，我想卖就卖，还需要谁的允许？你这个混蛋，竟然把房子卖了！卖了多少钱？钱呢？在哪儿？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给我滚出去！陈凡，你故意让我们出去旅游，就是为了把我们支开，然后再趁机卖房。没错。我们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么算计我们？算计？苏寒月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3年你们一家算计我多少回？你带你妈来我家暂住的时候，不是算计吗？你弟故意带着孩子来占房间的时候，不是算计吗？你们一家人住我房子，花我的钱，把我当免费劳动力，不是算计吗？现在我只是把房子卖了，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你就说我算计？双标的这么明显。你疯了！那是我们的房子，你凭什么卖？你赶紧把钱赔给我们，否则我们跟你没完！姐夫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！别装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个需要被调教的赚钱工具人。你们不是还盘算着等旅游回来，要把我的房子和钱都据为己有吗？你都听到了？不然呢？苏寒月，结婚3年，我自问对得起你们家。你妈住进来，我没说过一个不字。你弟和他孩子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，我忍了。可你们把我的忍让当成理所当然，把我的付出当成应该的。我爸一来，你们就要赶他去住旅馆。我爸带来的东西，你们嫌脏扔进垃圾桶，你们却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住着我的房子，花我的钱，还得寸进尺，欺负到了我爸头上。这个结局是你们自找的。陈凡，你这个白眼狼！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竟然就因为这么小的一件事，这样对我们！对我好？你们所谓的对我好，就是不断的索取和压榨。我从业主群里了解了事情经过，原来他们旅游回来后，发现门锁打不开，找了开锁的，结果打开门，发现屋里睡着一个陌生男人。你是谁？赶紧给我出去！这房子我刚买的，全款，手续齐全。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！那你报警吧。房子确实已经过户了，新业主合法合规。你差点不让搞是吗？我想是杀你！报啊！我这儿有监控，是谁先闯进我家的？
报应终于来了。就是他，他骗婚，骗了我们家3年的感情，还把我们的房子卖了，害得我们无家可归。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你是陈凡？是我。有人举报你骗婚骗财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一下。行，配合。这是我所有的证明材料，那套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。结婚这3年，我一个人负责全部开支。苏寒月一家住了3年，没出过1分钱。既然他们举报我骗婚骗财，那我刚好趁这次机会申诉离婚。麻烦你们帮我好好算算，他们一家人应该赔偿我多少钱？哦，我还要告他们一个污蔑罪。苏寒月，根据陈凡提供的资料证明，他不仅没有骗婚骗财，还在婚姻中承担了大部分开销。照目前情况来看，你们不仅需要额外支付他不少的离婚赔偿，还得为这次的污蔑罪付出代价。你们别被他骗了，那些材料是假的。这些材料都是正式文件，真假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现在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。3个月后，我成功离婚。苏寒月一家不仅要赔偿我3年的房租、生活费和损失费，还因诽谤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和司法拘留。有事吗？陈凡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妈和我弟太过分了，我不该纵容他们，不该那样对你和叔叔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苏寒月，你不是错在纵容他们，你错在看不起我和我爸，觉得我娶了你，我的一切就都是你们苏家的，还觉得我爸给你们丢脸。不是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，我会好好孝顺叔叔，会好好跟你过日子。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。晚了，当你把我爸带来的土鸡蛋扔进垃圾桶的时候，当你让我爸去住40块钱旅馆的时候，当你们要把我当成免费赚钱工具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就已经完了。你看我爸现在每天种种菜，养养鸡，跟村里的老人们聊聊天，过得不知道多开心。我也一样，我现在在网上帮村里卖土特产，收入不比在城里上班差。我们爷俩的日子过得平静又幸福，你就别再来打扰我们了。姑娘，你走吧，以前的事我们也不想再提了，以后各走各的路，互不相干。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弥补。1年后，土特产电商越做越大，我雇了几个村里的年轻人，成立了一个小团队。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，跟着我一起干。我爸成了我们的形象大使。我把他的日常拍成视频发到网上，很多网友都喜欢看，大家都说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。小凡啊，爸以前总担心你在城里受委屈，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，现在看到你这样，爸就放心了。爸，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总想着要给你最好的物质生活，却忽略了你真正想要的。其实你想要的，不过是我能陪在你身边。是啊，
什么房子呀、钱啊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。爸，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好好过日子。好，我们爷儿俩好好过日子。我终于明白，家是有人等你回家吃饭，在你受委屈的时候站在你身边。无论你走多远，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。